都说这个郑成功收复台湾，那么郑成功是从谁手里收复的呢？答案是荷兰人。那荷兰人又是怎么他跑到台湾的呢？话说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啊，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。由于不太老实、不守规矩，明朝政府他秉持着听不懂人话就揍的原则，也没轻收拾他们。而他们两伙人之间呢，也因为这个利益问题啊，没事也总干。后来这个荷兰人呢就没干过这葡萄牙人，1622年又让葡萄牙人给打哭了，就一路跑到了外婆的澎湖湾。荷兰人呢一开始也想走这个正规渠道，请求地方政府开始贸易，但福建的官员比广东的官员还保守，没同意。于是啊，这荷兰人强占了澎湖列岛，还封锁了漳州的出海口。就像欧洲人曾经在非洲和美洲所做的那样，任何从这里过往的船只啊，都会受到他们的攻击。他们还在岛上啊建立了要塞，打算是永久居住下去。建要塞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啊，他们又用武力从中国沿海掳掠大量人口来此，给他们当苦力。到1623年呢，要塞宣告完成，有近1300名从福建各地掠来的劳工因缺衣少食而死，剩下的数百人呢也被送到巴达维亚当奴隶出售。这样一来啊，福建地方官员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。1623年呢，时任福建巡抚的南居易邀请荷兰人到厦门谈判，荷兰人不知道这是鸿门宴呢，欣然前往啊。结果整个代表团全部被抓，明军趁机烧毁荷兰战船。剩下的荷兰人呢，虽然只有900多人，但依托要塞并没有打算退却。1624年2月，南居易登临金门，亲自坐镇，率军出击。荷兰人的要塞其实是一座军事城堡，这种城堡它不同于中国古城那样四四方方，它呈五角形或者是六角形，敌人每攻击一角啊，就会进入另外一角或两角的射程范围，非常利于防守。因为荷兰本土它是一片洼地嘛，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地形，于是啊，发明了这种要塞战法，让敌人呢很难突破。那明朝方面呢，火器还是那100多年前的那佛朗机炮和鸟铳呢，而欧洲的火器它一直在改进呢。此时这个燧发枪已经问世了，红衣大炮啊也比佛朗机炮它射程远，威力大。但荷兰人只有一座孤城，食物和弹药的补给那都是问题。于是双方啊就形成了僵局。明朝水师仗着人多，将荷兰人的要塞围住，却攻不下城堡。荷兰人呢，凭借城堡坚守，却无法突围。等到了8月份呢，双方都扛不住了。首先是这个荷兰这边没有后勤支援，守城的人那迟早得饿死。明朝这边因为动用的人员、船只太多，那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呢，已经让官府消耗了大量白银。双方啊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。这就需要一个居中调停的人。这个人呢，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头子李旦。这个人很厉害，据说德川家康统一日本的时候就接受过李旦的资助。明朝政府请李旦出面调停，正是看中了他在各个势力中的影响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时李旦呢还随身带了一人，此人精通闽南语、南京官话、日语、荷兰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，他的名字叫做郑芝龙，既是此行的翻译，他也是李旦的意思。由这个李旦呢牵线搭桥，南居易与荷兰人达成的结果是让他们去大员。福建的商船呢可以到大员与荷兰人交易，荷兰人担心的货源问题也得以解决。大员呢原指今天的台南市安平区，是一个海岸沙洲，后来就泛指台湾了。就这样啊，荷兰人来到了台湾。荷兰人到台湾1年之后啊，李旦在日本平户去世。李旦一直是荷兰人的贸易伙伴呢，没有了李旦，这荷兰人呢就拿不到大陆的货源。南居易的承诺显然那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嘛，海禁政策那不是一个地方官员说改就能改的。这回荷兰人傻眼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的目光啊集中在了一个渐渐崛起的年轻人身上，他的名字叫做郑芝龙。